现在我要示范的动作是用弹力带来做硬举这个动作。硬举这个动作，它主要会练到我们身体所有后面的肌肉，包括你的背、你的屁股、你的腿后。然后如果你腿后比较紧的话，你有可能会觉得小腿，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脚背的部分，可能都会有一点感觉。现代人最欠缺练的部分，其实就是身体后侧的肌肉。那这个动作我们如果要在家里做的话，我们会使用弹力带或者是用哑铃做。一般来说，硬举这个动作啊，它可以做的重量非常非常的重，它是所有我们肌力训练、重量训练里面你想得到的所有动作里面，大部分的人可以做最重的重量的动作。那我今天用 VRTX 的弹力带做示范它主要有4个粗细这个是00号，然后这个是0号，然后这个是1号，然后这条最粗这条深绿色这条是3号。为什么没有2号呢？因为他们说就是当初就是没有2号大部分的女生应该一开始就可以做到1号的，也就是第3个重量。但是当然如果你不熟悉的话，我们还是可以先从比较轻这个0号。男生的话可能就可以做到最重这条3号的这一条。那我等一下会用1号这一条做示范。好，硬举这个动作，如果我们要会做它的话，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个动作，就是你要能做到背挺直，包括上背、肩胛骨往后往下收，腰会有一点点弧度是正常的。大部分人的腰自然的曲线是会有一个小小的幅度的，不用追求它要是直的，这样反而就是有点驼背。你要能做到腰挺直、腰背挺直，往下趴。膝盖保持微弯比较好趴，不管我趴到多低，我的腰跟背都是维持挺直，而且维持刚刚这个弧度，挺胸，腰有一点点凹的这个状况，会觉得背在出力。膝盖微弯，背挺直，胸口挺好，肩胛骨往后往下收好。如果你有确实的维持背挺直的话，你下到一个地步以后，会开始觉得腿后有紧绷。腿后有紧绷以后，还可以再往下一点点，但不用追求到非常非常非常紧，就可以站起来了。随着你练硬举的过程，腿后会越来越松。往前趴，背挺直，站起来。这个动作可以做到以后，拿弹力绳放地上，对称，2只脚踩上去，这样子与肩同宽，手抓好，背挺直，慢慢站起来，做一次侧面。先松松的，脚对称踩好，抓好以后背挺直，站起来，记得挺直，肩胛骨往后往下收好。下来，这个动作就是硬举。如果你觉得太松了，可以往下再多抓一个环，让它变得比较紧。背挺直，往下趴。好，这个动作常见的问题会有几个。第一个是背很难维持挺直，我们人在站直的时候背挺直没有问题嘛，但是可能下到一定的地步，尤其是假设你的弹力带重量比较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接下来往下好像都是胸以上再往下，人就会好像背就弯掉了，有没有？我的这里没有跟着下来了，所以就变成背会圆圆的。这个时候，这个绳子可能可以先换轻一点点，没有问题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太轻的时候，我们其实也很难感觉背出力，所以就是稍微觉得有一点点吃力，但是不要到非常吃力的重量，其实是比较好做的。好，所以记得下去之前，把肩胛骨往后往下收好，觉得我的胸口是往前上方冒出来的，而且做的过程，肩胛骨、胸口一直都是维持在刚刚的状态，也就是做的过程，你会一直觉得你的背在出力。好，这是重训跟大部分的运动不太一样的地方，它需要一直出着力。好，那硬举这个动作，我们下去的时候背弯掉的第2个原因是我们的下背，也就是我们的横膈膜以下这一段。好，这一段做的过程，腰好像变弯了，那这个要怎么解决呢？那就是你要做的过程，你想象它有一点点像是一个
翘屁股的动作，下背用力的感觉有一点点像是翘屁股。站着，我们站直的时候不用真的翘屁股，但是我们一旦开始做以后，你会发现那个有一点点像是把屁股往后上方撅起来的感觉，维持着那个感觉，你的背、你的下背就会是直的。起来以后可以放松。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下背非常的难挺直，即使做了撅屁股，好像还是很难挺直。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你的膝盖伸太直了。膝盖伸非常直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下背非常难打直，就连我自己也是。记得做的时候，我们的膝盖都是微弯的。你注意，我每一次做，我的膝盖都是微弯的。所以最后再重复，从头到尾做一次重点。拿着你的弹力绳，记得对称，两只脚踩上来，膝盖先微弯着。好，现在绳子还松松的，先把背挺直，肩胛骨往后往下收好，胸口挺出来，站起来。一旦开始要做的时候，记得胸口挺出来，肩胛骨收好，下背挺直，有一点点像屁股往后上方撅起来，膝盖保持微弯，慢慢往下趴。趴到觉得腿后很紧，背很难再维持出力挺直的时候就起来。然后这就是我们的弹力带的硬举。